比特币在上涨的过程怎么闪跌收针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发现，我目前在 Bybit 上面依然持有这张50万美金仓位价值的多单。那以太坊呢，一样是25万美金的仓位价值。我们来看一下收益的部分吧。收益的部分比昨天要多了一些啊，又回到跟之前，当然还是比之前少，但是有好一些些。因为比特币也是获得了一定的上涨，而且我们可以宣告前面这段的下跌呢是已经完全的终结掉了。那么山寨币的部分呢，我目前依然持有这张 AVAX 的多单，尤其 Solana 的多单呢，现在也是扭亏为盈啊。那其实这两张多单我开的仓位价值其实都不大，但是我创造了非常可观的利润。你可以看到，目前呢已经产生了45%的，已经吃到45%的涨幅啊，也算是很棒了。那 Solana 呢也开始扭亏为盈。那如果你也觉得交易你也感兴趣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我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送你30美金的现金，而且可以直接提币走的。好，那也很欢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刚场直播，刚场直播是才刚刚结束，我们讲的非常丰富。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当前的盘面吧。当前的盘面呢，我们从日线上来看呢，其实有几个地方比较关键啊。第一个就是这条趋势线，那这条趋势线呢，确实它可以画出3个点，这3个点也可以证实这条趋势线的有效性啊。第一个点呢在这里，然后这里是第2个点，这里第3个点啊，它间隔的时间够长，所以我认为这3个点都是可以分别成立的。那3个点一条趋势线没问题，不过这条趋势线它非常陡峭，它是一条很陡峭的趋势线，就代表说它很有可能标示着是一波加速的行情。换句话说，当这条趋势线被跌破的时候呢，不一定可以代表我们的多头趋势结束了，仅能代表我们的加速行情结束了。那当然，如果说多头趋势没有结束，我们也不应该在跌破的时候去做空。我认为，如果这边被跌破，充其量就只能说上涨加速这一段呢是已经结束了，但是不能代表我们多头走势会被逆转。当然，我也不会在跌破的时候做空。那再来就是比较缓的这一条啦，就是我们之前通道的下缘。我认为，如果我们下跌呢，最深是不可以跌破这条趋势线的。那当然，我们再把38000这个很重要的关键的点位呢给画出来啊。那他们的交叉双重位就在38000这个地方。如果说回调的话，我相信这里会是一个目标价位的。那不过我认为再回调到38000的机会已经是不大了，尤其我们在今天呢出了这2根阳线之后呢，更可以证实回到38000的机会已经是非常渺茫了。那当然，刚刚的闪跌呢是有原因的，那不过这个原因也被消除了。现在的价位呢跟下跌之前呢，其实也没有差到多少。好，那最后就是波浪理论啊。我们可以从波浪理论可以判断我们目前这波行情呢是走到什么地方了，或者说走到什么阶段了。我们可以画出一个5浪，那这个5浪呢，我认为是唯一的，就从最低点，我们这段的上涨是从24900开始，然后第一段的上涨呢比较小，2浪很简单，3浪走得很强势，4浪走得稍复杂一些，走成一种三角浪。走完三角浪之后呢，我们现在正在走第5浪啊。不过我认为我们的第5浪呢，非常有可能走成一波延展浪，非常有可能，至少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很有可能走成延展浪的。那如果说走成延展浪的话，它的走法呢就会跟原本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当然起点还是在35500的位置左右。那我认为我们的第1浪已经走完了，2浪的回调呢也在刚刚结束了，在刚刚可以宣布结束。那3浪呢，我们正在走3浪啊，3浪我们就应该好好让它表现一下。4浪回调之后，我们会在最后走出第5浪的。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最终的走法啊。当然，你说我们是怎么判断出它会走成延展浪的？这个其实就是根据盘面的一些其他的讯息，如果我们相结合的话，我认为这是最有可能的一种走法。那我们就要好好把握住了。等于说我们还有2波段的这个上涨还没有完成。那我为什么敢说这个位置它就是2浪的终点呢？如果说它还会有下跌的话，那它2浪的终点呢，应该还要再更往低处找。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我们可以把级别再切小一点，我们切到4小时，4小时也是我们主要在操作上盯盘上会观察的级别了。你可以发现，在4小时上呢，有几个比较关键的价位，就是第一个是42000这个位置，42000呢，我们在前期有获得阻力啊，这里也有获得阻力，然后
如果大家刚刚有很仔细观察价格的变化，也可以发现我们是在42000有稍作停留，然后瞬间下去之后再瞬间上来，也就是42000左右这个地方它是有支撑的。然后刚刚也是在42000的地方做挣扎。那如果说42000失守的话，就会非常严重啊。好，那有一个地方呢，可以标示我们还会不会深度回调，40000就是前低点的位置啊。如果说40000它还能被跌破的话，我就认为会非常严重。会非常严重，也就是我们还会有第二段的下跌啊。那当然，我认为这个情况呢，基本上现在就可以被否决了。我认为这个是几率最低的。那我们这波下跌呢，它的阴线啊，它是从38000这个位置开始的，所以如果我们以任何的形式呢回到38000之上，那我们就一定会再破出一个新高，因为我们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下跌的。如果说这个地方又能被吃回去，那就代表前面的供应呢是完全是假的，就已经全部都被吸收掉了。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1小时的图表吧。1小时的图表呢，其实在昨天呢是有出现交易机会的，当然我就继续持有我的多单不动。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突破趋势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入场去做多了。那当然你说这个是不是回踩呢？这个当然不能算是回踩了，它回落的幅度已经太猛烈了。但当我们在突破趋势线的时候呢，我认为还是值得去操作的。这个地方它其实走成是一个三角，你可以看到，等于说三角走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往上突破，这样没问题。好，那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它怎么会出现这样子的针。其实我们刚刚确实出现的短期影响盘面的消息事件，不过呢，这种消息短期的消息啊，它是没有办法影响趋势的。趋势原本怎么走，它最终就会怎么走。所以你也可以发现，在消息结束过后呢，现在的价位啊，很快又回到了跟我们在消息之前很雷同的这种价位，已经来到了42700了，基本上跟我们下跌之前已经相差不多了。那当然，把多头的杠杆这种高杠杆的很短线的清掉，这个是因素之一。好，那我们来看其实刚刚发生的事件呢，我们是直播的当下眼睁睁看着它发生的。我们来看一下，在 X 上面我已经转推了，就是 Ledger。那 Ledger 我们都知道，它是一家法国做冷钱包的，而且呢 Ledger 也是至少以我看起来啦，是大家使用率最高的冷钱包，就是 Ledger。那它也是最有名的。如果你说要随便讲一个冷钱包的名称，那我一定会讲 Ledger， 或者说你在路上去问Ledger 绝对是知名度最高的。那出了什么问题呢？是 Ledger 它有一个外挂的一个程式呢，就是有一个 malicious version， 就是它有可能被安装的这种恶意的软体，它是有这种版本的。那他们有把它辨识出来，而且把它给移除了。那当然这是很大的危机，因为如果连冷钱包都会出问题的话，那可见币圈是多么的危险。尤其大家放钱在冷钱包呢，都会放很大一笔，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刚刚的下跌。那确实是因为这个情况。刚刚一出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有把它掌握，然后跟大家说明了。不过，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也没有什么用，因为我们不可能提前知道嘛。不过，刚刚的这个消息呢，我认为它绝对没办法对盘面造成什么很深远的影响的。其实现在就已经可以得到这个结论了。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你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